我下一组要来1v1 PK 的是大国手和不辣。不辣。首先要出场的这位呢，大家对他挺熟悉的，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思考，所以他不太有时间上班和挣钱所以就过得比较穷，然后于是穷着穷着呢，就把自己穷笑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掌声欢迎大国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国手，是个学哲学的，5年没上班。不是我找不到工作，而是我找到了更多，找自我价值，找人生意义，找朋友借钱。虽然没钱，但我租房一定要租个2室，一个当卧室，一个当工作室。我有个原则，人可以没有工作，但不能没有工作室。没工作你就是个混子，没工作但有个工作室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房子很破，很便宜，但我很满意，冬冷夏热的。冬天是动产，夏天是不动产。动产不动产我都有了。虽然没钱，但我很有骨气。之前有个机构找我去当成功学讲师。我这么穷，看上我啥了？感觉成功学走投无路了。他给我承诺1个小时1000块，我好心动呀。但我是学道德哲学的。我的专业要求我不能撒谎，要求真，我就没有去。所以什么是真？真就是我真缺钱。读书真是害了我。我发现有些人穷，他不光是能力有问题，他态度也有问题。他就该穷，他穷的充满了确定性，小确穷。虽然没挣到这笔钱，但我感觉很自由。康德说了，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。朋友听了问我，那你想旅游怎么办？我说，一看你就没听懂。康德说了，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自由不是你想旅游就旅游，而是你不想旅游就可以不旅游。他说，那你不想不旅游怎么办？说实话我没听懂，但我有点想旅游了。当然我没去。穷人满足欲望的方式主要靠禁欲。这也不是我瞎说，哲学上有个斯多葛主义，认为幸福不是来源于物质的丰富，而是内心的满足。我心想，我可真是天生的哲学家，就继续研究。往后一翻，这流派没了。我猜可能是饿没的，死的时候胃里空空如也，内心极大满足，满足死了。但这毕竟是书上的东西，我也没被吓住。直到有一个穷朋友生病了，连夜进了 ICU， 我就有点慌了。我是不是太穷了？这样的生活有保障吗？生病了怎么办？我要不要还他的钱？没还，也没多少，我就帮他转发水滴筹，3天就筹够了。我瞬间就不怕生病了，生命自有出路。他可以，我也可以，而且我想愁就愁，不想愁就不愁，一点也不愁。
内心非常的 chill， 水滴 chill。我就在这种 chill 的状态下探索生活。23年就开始尝试脱口秀，还自费去外地参加比赛，没钱住宿，就在一个女性物品闲置群里问有没有姐妹让我小额付费住一下沙发。我希望有人联系我，但真有个人联系我，我又有点害怕，我怕他嘎我腰子。我理性分析了一下，一个腰子还能活，酒店1晚300真要命。我正瞎想呢，他给我发微信，我要去看演唱会了，钥匙就给你放门外，你就当自己家。我觉得他人好好呀，要是能带我去看演唱会就更好了。虽然穷，但活得很有安全感，因为朋友和陌生人都给了我很多爱，还借给我很多钱。我真的很幸运，也就是遇上了这群朋友们。后来上完节目，还完了债，我的债主也真的很幸运，也就是遇上了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。去年讲了我学哲学、骑摩托和乐手谈恋爱，有些网友就骂我富二代装穷，他们骂得好好听呀，听起来像祝福。但我不服，他们总是认为有钱人才配自由，还说什么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。要我说，有条件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，无条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什么是无条件的？贫穷。你想穷就穷，你不想穷也得穷。经过认真思辨，我就发现，穷人就适合学哲学，因为穷则思辨。哲学的智慧是无穷的，学哲学的人有穷的。不学哲学的人也有穷的，世界本来就是穷人的。有报告说，全国只有0.33%的人是富人，也就是1万个人里面只有33个人是富人，是豪门，而我们穷门。我不陷入豪门，因为豪门会没落，穷门永存。欢迎加入穷门。尤其是年轻人，人固有一穷，但20岁的穷是相对性的穷，辩证性的穷，结构性的穷。不要怕，20岁你血条又厚，父母也还年轻，不需要你照顾，社会对你也没啥期待，因为根本没人期待你。虽然你没有资本，但你有穷的资本，所以不要怕，大胆穷，拿出贫穷的勇气，你就会发现，当你拥抱贫穷时，贫穷也会拥抱你。是不是还挺励志的？成功学就是看中了我这个。本来结尾我想送大家财务自由的，经过一番思辨，我又觉得算了，不是我不想送，也不是我不想不送，而是康德说了，当你不想要财务自由的时候，你就自由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国手。大国手锁票倒计时，再次掌声送给大国手。要和大国手对战的这位朋友非常非常有感染力的演员，他想要在今天的舞台和我们分享一段特殊的经历，掌声欢迎不辣。
哟，你们好棒，是不啦？跟着聊点最近发生事情吧。哎，说实话，最近还是蛮苦恼的，因为我前一阵子演出之后收到一条差评，有个观众说我长得猥琐。哎，我一直以为我是可爱，没想到我是个猥琐小可爱。而且通常也就说我不好笑，哪怕说我不好看，我都能忍受。但说猥琐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？哎，我甚至不知道一个女生怎么样才算长得猥琐。我网上去搜猥琐女，跳出来哇塞，全是男的，要么女的模仿男的。我想完了，他该不会骂我像个男的吧？这骂的也太脏了。去年靠外表还演上了一个短剧，哇哦！啊，这是个很正经的短剧，主要反映职场霸凌的一些现象。我当天就跟我妈说，哎妈，我要去那个职场性骚扰的短剧。她马上就紧张起来，她说，哎呦，那你不要吃亏哦，哎，人家摸过来了，你巴掌那个打过去哦。我说，妈，是我去摸人家。她一听。呀，那你也不要吃亏啊！说人家过来了，你巴掌那个摸过去啊！他们摄像老师出来给我讲戏，他说：“哎，老师，哎，等一下，是你的第一场戏啊，好吧，是个眼神戏啊。等一下，男主从这个门进来，你就眼神开始骚扰他，你知道吧？骚扰他，哎，你的眼神当中啊，要充满欲望，要有攻击性啊，要 dirty 啊。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我知道男性凝视。我说哎呦，老师你蛮懂的嘛，我们马上开始好吧？3、2、1 ，action！ 我就，哼。然后刚演完，那边一喊咔，我就知道完了，哇塞，一条过。我看男主也要完了，因为他整个人愣在那边，哇塞，根本接不住我的戏。哎，说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，他见我站在那边就走了过来，毕恭毕敬给我鞠了一个躬。他说：“哎呦，老师，哇，您刚才真是演得太好了。哎，您是科班出身的吧？哎，刚才那些是学校的老师教你的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是社会上的老登教我的。”导演彻底被我征服了。他说：“哎呦，老师，你老天赏饭吃啊！以后职场性骚扰戏还找你，赏饭吃赏什么饭？是牢饭吃吗？最好一点就这个戏他拍了，但是没有播，因为我的戏被全部剪掉了。那没关系，因为我也能够理解，而且我也真的觉得那些职场性骚扰的人就是应该被全部剪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服了。来，把掌声送给不辣，谢谢。同时，我们也请大国手回到台中。我们来看一下2位脱口秀演员他们最终的得票是。恭喜大国手进入到晋级区，加油！谢谢。